这次讲阴阳家邹衍的治国理论40教令。教令就是教规法令，40教令就说国家的治理要根据四季的变化相应的进行调整，每个季节干每个季节该干的事儿。那每个季节该干什么事儿呢？春天五行属木，是万物生发的季节，所以要治堤防、通沟渠、解仇怨、赦罪人，通好于四方。夏天五行属火，是万物生长的季节，所以要搞好农业生产，然后进行赏赐授爵。秋天五行属金，是万物肃杀的季节，这个时候要搞好秋收，同时加强治安管理。冬天五行属水，是万物养藏的季节，所以禁止迁徙，没事少出来溜达，让人们安静稳定。然后判刑定罚，该杀的就可以杀了，所以古代判死刑都说是秋后问斩，就是秋末冬初这段时间执行死刑。一年四季该干什么都给你规定好了，你要照我说的做，顺应天意，老天就会奖励你；你要不听我的，违背天意，老天就会降下灾祸惩罚你。这就是40教令。然后是五德转移。邹衍独创了一个五德转移说，五德就是五行啊，就是把朝代配上五行，用五行相克来解释朝代更替。每一个朝代都对应一个五行，比如商朝配金德，周朝配火德。因为火克金，所以周顺应天意取代了商朝。在旧朝代将要结束，新朝代将要取代旧朝代的时候，或者说某德将要代替上一德的时候，必然会出现一些特殊的自然现象作为福应福瑞，并且当该德大行其道的时候，就是新政权稳定之后啊，这个政权必须实行合乎自己五行之德的一套社会政治制度。比如周朝取代商朝，在周文王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周还没有灭商呢。即文王之时，天先现火持吾，贤丹书给于周社。文王曰：火气盛，火气盛，故其色伤赤，其势则火。在周文王的时候，上天显现出由火幻化出的红色乌鸦，衔着丹书停在周的社庙上。社庙就是祭祀祖先的那个庙，丹书可能就是一块绸子或者竹片，上面写着周朝将要取代商朝，类似这样的话，这是一种福瑞。周文王说，这表明火气旺盛，我们周是主火的。那火克金呢？这是上天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取代主金德的商朝。后来周朝成立之后，他们的服色崇尚红色，做事情去发火的颜色。五德转移现在我们感觉很荒谬，但是这个东西在中国很有影响，秦始皇就相信这一套。所以秦统一天下之后，因为周是火德，所以秦就是水德，水克火嘛。所以你看电视里秦朝人都穿黑色，黑色就表示水。秦以后的历朝历代都对五德转移之说很重视，这个就不多说了。阴阳家就说这么多，总结一下。阴阳家的理论基础是阴阳五行。治国方面提出了40教令和五德转移。40教令这里边融合了术数的灾异，就是你不按我说的做就有天灾。五德转移这里边融合了术数的福瑞，就是要改朝换代的话就有各种征兆。阴阳家呢就说到这儿。然后是董仲舒。董仲舒是西汉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，主要生活在景帝和武帝时期。武帝继位后不久，下诏征求治国方略，董仲舒作《天人三策》，其中系统的提出了天人感应、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等主张。这些主张呢都被武帝所采纳，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正统思想，持续长达2000多年。董仲舒哲学要点：存在论者讲天人感应，人性论讲性与情。治国方面，董仲舒他的政治主张很多了，咱们挑2个我认为比较有代表性的说一下。政治一统，文化一统。先说天人感应。首先，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，天为百神之君。
天不但创造了万物，而且建立了宇宙秩序，还哺育万物的生长。天者，群物之祖也，故遍覆包含而无所疏。见日月风雨以和之，经阴阳寒暑以成之。天是万物之祖，所以天对万物普遍地覆盖着、包含着，没有偏颇。天造作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，通过阴阳寒暑来生育万物。天还是具有道德属性的人格神，天是神，而且是最大的神。天者，百神之君也，王者之所最尊也。天是百神的君主，是人间帝王最尊敬的对象。天也有喜怒哀乐，天亦有喜怒之气、哀乐之心，与人相附，以类合之，天人一也。上天也是有喜怒之气、哀乐之心的，和人相一致。就类别来说，上天和人是一致的，是一类的。春喜气也故生，秋怒气也故杀，夏乐气也故养，冬哀气也故藏。春季是喜气，所以主生长；秋季是怒气，所以主衰退；夏季是乐气，所以主养成；冬季是哀气，所以主贮藏。这里可以看出，虽然董仲舒是儒家，但他吸收了很多阴阳家的东西。在董仲舒那里，天是有感情的主宰者，人格神，这个也是汉朝当时人们对天的普遍认识。然后天人同类，也叫人负天数。董仲舒认为，既然人生于天，取化于天，那么人的形体结构、血气性情、品格德性乃至伦常政治，也必然与天之间存在着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。天以中岁之数成人之身，故小节366复日数也，大节12分复月数也，内有五脏复五行数也，外有四肢复40数也，战事战名复昼夜也，战刚战柔复冬夏也，战哀战乐复阴阳也。上天用满一年的数目成就人的身体，所以小的关节有366个，与一年的天数相符合；大的关节有12个，符合一年中的月份数。身体内有五脏，符合五行的数目；躯体以外有四肢，符合四季的数目。有时睁开眼睛，有时闭上眼睛，符合白昼和黑夜。有时刚强，有时柔和，符合冬季夏季；有时哀痛，有时快乐，符合阴阳二气。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，人之血气化天之而人，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，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情，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，人之寿命化天之四时。人生有喜怒哀乐之达，春秋冬夏之类也。人是天的副本，人的形体受天数化育而成，人的血气受天志化育而能够成就人，人的德行受天理的教化而能表现出义，人的好恶是天的暖和与清凉之气变化而成，人的喜怒是天的寒暑变化而成，人的禀赋是天的四季变化而成，人的喜怒哀乐跟春夏秋冬相应。总之，无论在形体上还是精神上，人都是由天所生，所以人与天是相类似的。董仲舒又提出同类可以相感，同类的类似的东西就能够互相感应，它主要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例子来说明同类相应。今平地注水，去燥就湿；君心失火，去湿就燥。百物去其所与异，而从其所与同。平地灌注水，水避开干燥的地方而趋向潮湿的地方；在平铺的木柴上点火，火避开潮湿的地方而趋向干燥的地方。百物都避开跟自己不同的事物，而跟随和自己相同的事物。故气同则会，声比则应，其焰皎然也。因此气相同就相合，声音相同就相应，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。美事招美类，恶事招恶类，类之相应而其也。如马鸣则马应之，牛鸣则牛应之。好事招致同类的好事，坏事招致同类的坏事，同类事物就能够互相应和。比如马叫，其他的马就相应的跟着叫；牛叫，其他的牛就跟着叫；狗叫，就一堆狗跟着叫。没听说一只狗叫，然后有猫跟着叫的。
气同则会同类相感，这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现象。那既然天人同类，同类相感，所以很自然的得出结论，天人相感。天人相感的具体表现就是君主与上天之间的互相感应。董仲舒说，君主是上天之子，他奉承天的旨意，代表天统治管理人间事务。得谋天地者称皇帝，天佑而子之，号称天子。德性与天地相配的称皇帝，上天保佑他而把他看作自己的儿子，所以皇帝号称天子。天派他的儿子来管理人间，而且天会一直盯着他这个儿子。如果儿子把国家管理得好，天就表扬；如果儿子管理得不好，天就批评。但是天并不像人一样会说话，那天的意志如何表现呢？就通过灾异和祥瑞来表现，这就是天人感应。其实天人感应就是阴阳家的灾异祥瑞，只是董仲舒给他更加理论化了，给他披上了一个科学的外衣。帝王将兴，必有祥瑞的预兆。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，必有非人力所能治而自治者，此受命之福也。天下之人同心归之，若归父母，故天瑞应承而至。臣听说那些奉天命而得到天下成为王的人，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达到的事情，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。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他，就像归顺父母一样，所以天感应到诚意，祥瑞就出现了。书曰：白鱼入于王舟，有火复于王屋，流为屋，此盖受命之福也。上书中说，白鱼跳进周武王乘坐的船，有火覆盖着周王室的社庙，变成了乌鸦，这都是承受天命的凭证。和祥瑞相对应，如果君主荒淫无度，严刑峻法，有失大道的话，天就会降下灾异以示警告。凡灾异之本，尽生于国家之师，国家之师乃始萌芽，而天出灾害以浅告之，浅告之而不知变，乃现怪异惊害之，惊害之尚不知未恐，其殃救乃至。大凡灾异的根源完全由于国家君主有错误而产生，错误刚发生，上天就显示灾害来谴责告诫他，如果谴责告诫了之后还不知道悔改，上天就要显示出怪异来惊吓他，受到了惊吓还不知道畏惧，那灾祸就要到来了。天人感应呢就说这么多，先休息一下。